Hello，大家好，我是小米，为大家带来新一期的文明六不可能系列了。我们距离上一次不可能系列录制已经又隔了一段时间啊。其实这段时间小米一直在准备一个新的档啊，也是我们文明六的档，就是我们秦始皇啊，文明六秦始皇，我们最喜欢的这个领袖的一个全奇观胜利的这样的一个存档啊。我个人觉得啊，全奇观应该算是一种胜利方式啊。虽然它不能在游戏当中帮我们直接获得游戏的这个完成的这个过程，但是，当我们自锤了这个游戏当中所有的奇观的时候，带来的这种成就感是无以伦比的。我个人觉得这也是一种玩家自己的胜利的方式啊。那关于这个全奇观啊，自锤全奇观，我自己以前曾经私下玩过啊，当时也是神级难度，用的是秦始皇，是走的是马拉松的这样的一个速度玩的啊，当时算是挑战成功了，用了比较长的一个时间。那这次呢，由于我是想录视频啊，我再次来挑战这个事情啊，我打算还是用标准的速度啊。但是我们都知道，在标准速度下呢，AI 的这个神级 AI 的加成是非常强的，我们很难在没有任何的外界帮助下的条件下拿到我们的这个全级关的过程。除非你有马拉松的速度，但是你用标速的话，其实是几乎我个人认为是不可能的啊。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这里我就额外的用了一个模组啊，这里前排提示啊，如果有小伙伴觉得这个模组对于这个全机关的挑战破坏平衡性比较大，我建议你就不要看了啊，你就右上角插出去啊就好了哈。然后觉得无碍的小伙伴，我们再继续来欣赏这个视频，好吧？那我最核心的模组啊，我这里也给大家看一下我都用了哪些模组，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变化啊。跟我之前的这个不可能系列用的模组基本上是一致的啊，额外加的呢，最主要最核心的就是这个模组哈，俗称蘑菇挂啊，就是我们采蘑菇的蘑菇啊 ，configurable goodie huts 啊，这个模组可以让我们人为的去设置这个蘑菇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啊。这个模组对于平衡性的改动非常非常的大啊，但是没有它我做不成这个全奇观啊，所以没有办法，我就打算这样来做了啊。好的，我们接下来创建一盘新的游戏啊。我们领袖毫无疑问是秦始皇，除了秦始皇以外呢，我个人觉得在这个游戏当中几乎也没有别的领袖在神级的这个难度下能做成全奇观这件事情了。再加上呢，就是所有入坑文明6的小伙伴，可能没有人没有玩过秦始皇，这是我们中国玩家最喜欢的一个领袖啊。然后难度依然是神级啊，速度是标准。地图类型呢，这次我们选一个千湖图啊。这个地图呢，其实是 B 站的另一个 UP 主曾经用过的挑战老秦全奇观的地图，我这里直接就是小伙伴推荐给我，我就直接拿来用了啊。这个图我曾经开过全图，已经看过了，并且，这个图的这个全奇观的古典的这样的远古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我自己已经私下打过了啊，没有问题啊，所以我才录视频的。但是后面的我还没有来得及去一点点探索，我打算是。这个探索一部分啊，然后我们录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来录这个视频啊。那如果你发现这个视频很长时间都没有再更了，那有可能是我中间死档了，就是有的奇观可能就真的是抢不到啊，由于我自己实力的问题，好吧。那我们再来勾选一下模式啊。这里呢还是为了降低难度哈，因为为了追平这个 AI。的这个神级 AI 的加成，我们需要一些额外的辅助啊。这里必开的一个模式就是这个秘密集社的模式啊。我这里额外再开一个模式呢，就是蛮族氏族的模式，因为我们这张图里是没有布鲁塞尔这个城邦的。我们用蛮族与氏族的这个模式呢，可以意外之喜啊，没准后面可以刷一个布鲁塞尔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游戏设置啊，然后我们来进入高级设置啊，这里呢地图种子我就直接给大家看了。至于这个有没有有小伙伴想看一下之前我提到的这个主播啊，他也打了这个全境观胜利啊，他的这个视频我也会给大家贴在这里哈，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搜索一下去看一看。然后就是关于我们这个地图种子就是这样的一个种子啊，有想跟我进行同图挑战的小伙伴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啊。你如果不想开这个蘑菇挂呢，你可以用马拉松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去挑战啊，也是可以的。
这里呢，我们这个蘑菇挂小米已经给大家做了一个完全的汉化啊。都是怎么设置呢？我这里稍微说一下。首先啊，最核心我最重要的一个就是 review all goodie huts， 就是让我们能看到所有的这个蘑菇的位置啊，这是我最核心的一个开挂的一个设置啊。那其他的东西呢，其实都还好哈，没有太大的改动啊。这边有几个要稍微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就是平衡，所谓平衡就是把一些很稀有的蘑菇的这个概率提高，一些很常见的概率呢就跟它们平均下来啊，都是平均的。我们知道有一些蘑菇其实是概率非常低的，很多就比如说金币啊这些的，这个是比较常见的。它是把这个概率给它完全做了一个规划啊。那这个呢，就是让我们在游戏一开始呢就可以解锁所有的蘑菇种类。我们知道有一些蘑菇它是只有在游戏时间进行到一定的回合数之后才会解锁的，比如说种族点啊，这个可以让有一些高级的蘑菇可以立刻解锁啊。这个两个我们都不开了，我们都不改啊。然后下边的这个设置呢，我们把一些我们在采蘑菇的时候不希望看到的东西给关掉，比如说这个是外交支持我们关掉啊，然后经验我们不要啊，然后这个治疗单位啊我们也不要啊，总督点这些我们都是开的啊。然后这里默认的这个 civics 是没开的，这应该是市政啊，直接就是解锁一个市政，不是给一个鼓舞啊。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直接解锁一个科技啊，这两个好像在原版是没有这两个的蘑菇的，就直接给你整个科技和鼓舞人文的，好像是没有，这两个我就给它关掉了，我们就不要了。我们这里只保留了这个尤里卡和我们的这个鼓舞的形式啊。另外呢，最跟大家强调的一点呢是这个哈，这个呢就是让我们在游戏当中有概率能踩到开拓者啊。我记得在游戏的以前的版本里，我们是能够就是在补改任何设置的时候是可以踩到开拓者的，只不过后来在哪一个版本里 2K 把这个东西给改了啊，就再也见不到了。我不知道是概率调的特别特别低了，还是就是把这个东西给取消了啊。那这里呢我就给它勾上了啊，我这个以前我曾经踩到过，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作为一个念想，万一实现了呢，对吧？这个东西即便打开了，它的概率应该是非常非常低的啊，基本上也只是一个念想而已，好吧？那我们别的设置就不改了，我们就开始一盘游戏吧。好的，这里我们来分析一下秦始皇这个领袖的能力啊。其实秦始皇大家都非常熟悉了，也不用我多说啊，我就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他的核心能力就是建造远古和古典奇观时，可以通过消耗建造者的次数来加速奇观的建造进度哈，每一次加速15%。然后呢，我们的秦始皇的建造者呢，从初始就是4次的，而不是3次的。然后解锁砌砖、解锁运河，这个都无所谓了啊。那另一个它的核心能力呢，就是这个朝代更替啊。尤里卡和鼓舞的额外提升加了10%，以往我们的尤里卡和鼓舞只是提供40%啊，那在秦始皇呢就直接变成了50%，这个加成其实是非常大的。我们如果这个慢慢的积累，这个文化和科技节省的数值是非常大的。并且呢，在我们2021年4月份啊，最后一次平衡性更新的过程中呢，2K 又把我们的秦始皇加强了啊。这里有个隐藏设定，它这里没有写啊。实际上呢，秦始皇现在的一个设定就是，当他完成一个奇观的建造的时候，他会随机解锁一个奇观所属时代的尤里卡和鼓舞啊。每一个完成的奇观送这个奇观所在时代的一个尤里卡和鼓舞，你知道吗？这非常非常的强啊，所以老秦就是天生为全奇观胜利而存在的啊。然后它的这个特色单位虎尊炮啊，这是中世纪解锁的一个远程单位，就不多说了。一般来说也用不到啊，征服也用不到它，这个平常手家可能稍微用一用。然后长城是我们的这个特色改良，也是非常强力的改良。我们只要知道啊，长城是它建造的这个长度越长，它的加成越高就可以了哈。而且长城呢，它一个长城只能左右连啊，这个它没有办法连这种环形的连啊，就是知道这两个就可以了。那我们现在进入游戏啊。就是这样一个种子哈。那如果有小伙伴不想用这个地图种子，想自己去挑战这个秦始皇的全奇观你要刷图的话，我给你几个建议啊。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刷什么样的一个首都的开局图算是一个好图啊。这里呢我们先分析一下我们的要做全奇观需要满足哪些条件。首先我们这个文明里奇观一共有多少个，在我们的这个文明百科里在这边我们就能清楚的看到，大家感兴趣可以自己去看啊。一共53个奇观，其中远古奇观有7个
这7个远古奇观呢，分别是以下的这几个：大浴场、空花，这个安吉神庙、神域啊、巨石阵啊、这个小宫庙、金字塔这7个啊。那这7个奇观的建造呢，它需要满足哪些地形的条件？空花和这个安吉神庙。不是大浴场和这个安吉神庙需要这个泛滥平原啊，然后空花是需要沿河，神域是丘陵，然后巨石阵必须有石头啊，金字塔必须有平沙啊，平地的沙漠。这个小宫庙必须有一个营地啊，除了小宫庙的营地之外，我们的这张图开图的时候，它都满足这些条件哈，平沙、石头，泛滥它都有啊，所以你要刷图的话，你也要满足这几个条件啊。而我们在1分的位置啊，1分我已经知道大概在这边的这个位置，我们就已经能找到一个有营地的城市了，所以小宫庙也不担心啊。这就是你刷图需要注意的。那一上来呢，我们首先就看到了这个蘑菇挂已经帮我们揭示了所有蘑菇的位置哈。我们这张图全图一共36个蘑菇啊，我没有开动态蘑菇啊，所以一共就这36个哈，拿完了就没有了啊。它只是给我们点出了这个蘑菇的位置，至于能不能抢得到呢，还是看你自己的操作啊。这就是这个蘑菇挂的最核心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啊。然后一上来做地啊，就为了做全奇观的话，我们要先做一下这个规划啊。我个人觉得呢，这个首都啊，这个首都的做地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可说的啊，基本是毫无疑问啊，无脑做这个咖啡的啊，别的位置也都不太合适啊。那我们把首都做下了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这个东西都规划在哪里会比较好啊。首先啊，巨石它一定得挨着这个石头，并且它得在平地上啊。沼泽不行，然后丘陵不行啊。那它这个沼泽和丘陵沼泽我们可以铲，但是需要科技解锁啊，这个没有办法支持，所以巨石大概率就在这儿了啊。然后金字塔呢，我们就平沙啊，这里可以啊，这里也可以啊，金字塔的位置啊。然后首都肯定一定要负责的呢，就是大浴场啊，这个神级难度下标准速度最难抢的奇观之一，大浴场。然后呢，就是可能这个神庙或者是空花啊，都会在这个城市。空花现在其实抢的这个倾向性比较低啊，空花我可能会放到1分啊，神庙可能会由这个首都来承担啊。然后首都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呢，它的区域啊，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区域就是市政广场啊。市政广场一定是首都来出的，因为我们为了全奇观，我们的发展是比较畸形的，很多这个区域我们是没有办法兼顾的但是这个市政广场这个区域对我们来说又非常重要，因为它关系到祠堂，关系到我们送工人的这个事情那这个这么大的重任，没有别的城市可以做哈，只有首都可以，所以这个祠堂我是要规划在这里的哈。那另外呢，就是关系到其他的区域啊，我有可能会在这里起一个这个圣地啊。有小伙伴说了你全奇观挑战你要圣地干什么这就关系到我们这个巨石阵发酵之后，它会解锁我们的这个宗教啊。那在宗教里呢，有很多这个宗教的信条，我们在这个宗教这一栏里也可以看得到啊。那在这些信条当中，我们选择哪一个这就是一个做全奇观挑战的时候一个最重要的难题了我个人觉得呢，比较好的选择有这么几个第一宗教殖民有的小伙伴可能会觉得很困惑宗教殖民有什么用？因为它对我们没有直接的加成，它只是让我们后续做成的时候，城市一做下就有这个宗教这个加成不够直接。但是你选了宗教殖民之后，你再解锁下一个信条的时候，你就有很多选择了，比如说这个我看比如说在哪儿11税可以加钱普世教会加文化，然后跨文化对话加科技这些都可以作为候选的这样的一个信条去选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宗教殖民的话，你其他的城市是需要你自己手动去传教的这就是为什么第一个拿宗教殖民的一个原因这是一种选择另一种选择，我个人觉得适合全奇观的这个宗教信条，我个人觉得最适合的是这个神圣之地，在哪儿来着？我看看在这儿神圣之地信仰此宗教，请拥有世界奇观的每座城市加2科技加2文化加2金币和加2信仰值这个我个人觉得很强，为什么呢？因为首都铁定能吃到这个 buff， 等于首都就免费给了一个剧院这还是有这个古罗马剧场的剧院，有这个
当然就是没有详细加成的哈，就等于给了个图书馆，给了个古罗马剧场，还给了个商路啊，两金币，还给了2信仰，给了个神社啊。这个在前期是非常非常强的，但是呢，与之带来的问题就是只有首都能立刻吃到这个，其他的城市要想吃到呢，它必须靠传教啊。所以我们的首都圣城毫无疑问是我们自己的宗教，只能由首都出的这个圣地去往外传这个教，否则你只能靠宗教压力慢慢一点一点的去洗啊，太慢了啊。所以呢，我们有可能第2个起的区域啊，在有实力的情况下，就是一个神社啊，需要出我们的传道士啊，去把我们的这个神圣之地传出去啊。这是我的选择哈，未必是最好的，但是是我的选择啊。那所以呢，这里我可能规划一个这个叫什么？这叫圣地啊。那如果你不喜欢这个选择的话，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再进行调整与改变啊。这是这里。那首都除了这些机关以外呢，还会承担哪些机关呢？还会承担的一个就是这个马丘比丘啊。马丘比丘是我们这古典的这个奇观啊，在这里马丘比丘它必须建在山脉的单元阁上啊。这个要求对于老秦来说是非常的难受的啊，因为老秦的建造者是上不了山的啊。好像印加可以上山吧？印加这个文明我玩的很少啊，所以我不敢肯定。反正老秦的是肯定上不了山，正常的都上不了山啊。那他上不了山呢，就意味着这个马丘比丘我们得硬锤啊，必须自锤硬锤。而这个马丘比丘又是文明这个其他 AI 抢的很凶的一个奇观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古典时代的最大难题之一啊。我们远古最难抢的奇观，第一啊这个大浴场，第2这个巨石阵，第3是金字塔。这2个可能不分先后啊，这几个都难抢，这个神庙也很难抢啊，有的时候小宫庙也会丢啊。但现在空花神域啊，神域有的时候也丢，但空花丢的很少了，空花基本没人抢啊。但是小宫庙啊，这张图我曾经遇过这个小宫庙丢的情况啊，所以小宫庙也不能大意啊。这是远古时期啊，那古典时期都有哪些奇观呢？我这里顺便也跟大家稍微的这个解析一下啊。这个全奇观挑战最难的其实就是远古和古典啊，因为他们2个这个时代占了全奇观的将近40%啊。远古7个奇观啊，古典一共有12个奇观啊，没听错，12个。他俩加起来19个，一共才53个。所以这12个奇观里呢，我个人觉得第一难的就是马丘比丘，因为我们没办法加速啊，再加上它的这个必须裸锤，必须自锤哈，这个是最难的。第2难的就是大图书馆啊，所以大图以及马丘就是我们进入古典之后啊，这个最核心的以及最难抢的2个奇观啊，这我们都放到后面再说。所以首都如果再锤奇观的话，我觉得马丘肯定是其中的一个。这就是我们初始刚刚的规划那一上来呢，走科技，毫无疑问我们要先走制陶，因为大浴场嘛，大浴场不抢就没不抢就没。然后无疑是出建造者，我们上来就直奔建造者。别的东西什么狗啊什么的，这玩意儿就只能靠蘑菇或者是靠钱买只能靠随缘了我们就奔着上面这2个蘑菇去这张图呢我是开过的这个地方是山这个边过不去，所以这里我们都不用想，这是个斯基泰然后这边有一条小路可以沿着这儿这边这个块可以过去这边有一系列的城邦然后这里是一个相当于海峡的位置，这里是克里然后这边是高卢，上面是这个印度尼西亚，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布局这边呢有一片小的地方我们可以铺然后就是延伸到这边我们可以铺这是我们能铺的位置然后呢就是这个图最难的还有一个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在抢巨石的时候，占星的尤利卡怎么过我们这张图呢，由于我前期是不可能出狗的，我家的这个附近是没有自然奇观的所以占星的这个尤利卡就得靠一些特殊的方式来过，我们后面再来给大家说否则我们这个巨石会卡得很难受你如果能刷到这蘑菇已经被人捡了，你如果能刷到一些比较好的这个图这占星能直接就给这更好了首都旁边有奇观这种这里我强烈建议大家采第1个蘑菇的时候一步一步的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旦是快速的2步走，我就拿不到这个总督点我们采第1个蘑菇在我们开了结社模式的情况下，采第1个蘑菇是会给一个免费的总督点的不是采蘑菇，就是当你触发了第1个结社的时候会免费给一个总督点采蘑菇是一种结社的触发方式非常好这特等奖
这是特等奖，来，我们标注一下啊。我刚才刚想说，还没等说呢啊，就是我们采蘑菇啊，第一个蘑菇最好最想要的啊，第一就是我们的这个遗物啊，第二是什么呢？第二就是工人啊，或者是狗，我觉得是最好的几种选择啊特等奖。我们一下子抽到了特等奖啊。这样我们就有了第一个总督点啊，这个总督点无疑啊，我们要抢全机关就是粮，粮放到这里，我们这个工人一出来就是个5次的工人啊，非常强啊。老秦的5次工人基本上就等于一个奇关啊。然后我们去拿第二个蘑菇啊，在这里啊。这里呢，这个小米肯定是要渗蘑菇的哈。什么叫渗蘑菇？就是通过 SL， 通过改变你这个游戏当中的随机数哈，来改变这个采到的蘑菇的奖励到底是什么哈。渗肯定是要渗的啊，但是我会尽量的把渗的过程呢都给它剪辑掉。哎呀，这有个寨子。这个寨子不好哈，因为我知道这边有马啊，这个肯定是个马寨，这寨子必须得清。但是我觉得应该优先去捡这个蘑菇啊，万一这个蘑菇给一个这个蘑菇，我最想要什么？最想要一个狗啊，为什么呢？因为为了去抢下面的这些蘑菇啊，否则我的狗只能靠120块钱买，要等非常的久啊。因为第一个这个建造者是不可能去探图了，他必须全力的去抢这个大浴场才有可能抢得到啊。所以这里呢，我们要寄希望于这里啊，所以暂时先不管这个寨子，我们要先去抢这个蘑菇啊。至于怎么渗蘑菇哈，以及怎么改变随机数，其实小米的经验也不算是特别的多啊。我只知道什么呢？就2个近战单位这样的互 A 会调用2个随机数，因为你掉血我也掉血，对吧？2个随机数。远程打它是调用1个随机数。遇到城邦，因为城邦会刷新城邦的任务啊，所以会调用1个随机数啊。遇到这个伟人啊，当这个一个伟人被拿走以后，再刷新另一个伟人的时候，会调用1个随机数哈，因为下一个伟人的种类是随机的，这种时候是肯定会调用的。其他的时候，你说这个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啊？走左边这格还是走右边这格，对于随机数有没有影响？这我不知道啊。我觉得啊，虽然很玄学，但我觉得有的时候有影响啊。但是影响的可能不是因为我们这一步到底是怎么走的，应该是这个地图上其他的 AI 啊，他们调用了随机数的变化，而导致了结果发生了变化啊。所以在揉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是会费大量的精力的啊。我这个慎重的告诉大家，如果你也想做这个全机关挑战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好啊。你别这个，因为我们有遗物，所以我们就选择成熟规划就可以了啊。然后纪律成熟规划啊，因为这个想渗蘑菇的话，这个耗的精力是非常大的啊。我肯定是会把这些东西剪辑掉，但是会占用我非常长的时间啊，在这个渗的过程中啊，这些时间的消耗，所以会导致我这个视频可能会每一期录制的比较短啊，因为我要花大量的时间去 SL 嘛啊。这里我们要选的这个是记忆啊，为了解锁服役这张卡，建造建造者的时候加30%的建造速度啊，为了这张卡，现在是10T 啊，11T，我们就开始出大浴场。我们另外打的一个核心的模组就是这个 Show Wonder Progress 啊，就是看到所有的这个奇观的进度哈。这边显示的是个中文啊，显示 AI 奇观进度啊。这个模组在 Steam 上一共有2个版本啊，这个有一个版本是修复版本啊，用打那个修复版，不要打那个未修复的版本，会有 bug 的哈。我这里把这个图贴上来，大家可以参考着去找啊。然后如果你打了这个模组呢，你可以把鼠标放到这个奇观按钮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边左边的提示就有一个未知文明在11回合后就会完成大浴场啊，所以时间非常的紧啊。我这边22啊，它11回合就完成了，我们必须全力去加速这个大浴场，否则一定是抢不到的啊。那第2个科技，我个人倾向于先占星啊，占星先踩一半啊。因为巨石也很容易丢啊，先走占星也有道理，先走采矿去走砌砖也有道理哈，因为金字塔也很容易丢啊。再就是宫庙和这个神庙也很容易丢，反正这远古的奇观都很容易丢啊。这有的时候是看实力，有的时候也看运气啊，这很难啊。
来吧，默念啊，狗或者是工人我都是接受的啊，别给一些奇奇怪怪的。我们先快速存档一下我承认我开了蘑菇挂，但是我没有开这个声控挂啊，这跟我没关系啊，这真跟我没关系。这不是演习啊，这是正式，这不是演习啊。好第13题我们解锁万神啊，万神如果你刚开始没有踩到这个特等奖的话啊，我们这里也标注一下啊。总有小伙伴问我啊，你说你在这地图上标这些东西有啥用啊？没啥用，就是给一些可能错过了没看着的小伙伴看一眼啊，这些东西我都踩了啥啊？就是标注一下，没有什么任何的用途啊，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啊。说万神啊，如果你没有这个特等奖的话，你的万神可能会发的比较慢，发的比较慢呢，你抢不到这个宗遗的话啊，你有哪些可以作为前沿机关的替代的选择啊？我个人觉得2个不错啊。第一个就是丰产仪式啊，因为我们老秦的这个建造者非常值钱，一个是有了2以后是5次的，一个建造者等于1个奇观，所以丰产仪式啊优先级挺高的。然后另一个呢，我觉得比较好的就是这个主神祭奠碑啊。别看我们老秦本身就已经可以给远古的和古典的奇观加生产力了，但我们仍然很吃紧。我们说了哈，一共19个奇观啊，想抢到依然很难。所以这个主神祭奠碑啊，选了以后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这2个都是可以替代的选择哈。如果有宗遗，当然还是无脑拿宗遗了，因为我们几乎不可能有锤子去锤开拓啊。开拓基本就靠砍，能砍那么几个啊，能做几个城就是几个城啊。只要铺下的城呢够我们把所有种类的奇观都放下就行了，我们也没有别的要求啊。什么胜不胜利的啊，在我心中全奇观都做成了就已经胜利了啊，其他的都不重要。这边有一个这个钱帮啊，我们看看尽量能不能发一下啊，在这个位置啊，去碰它一下，然后我们去采这个蘑菇啊，能碰到当然是最好啊，能碰到最好，碰不到呢。碰不到也没招，哎，碰到了很好，还触发了这个对外贸易啊，也不错啊。这样我们就能得到了额外2点的金币啊，这也很重要。砌砖的任务也不难完成啊，然后我们就去抢这个蘑菇啊。这个蘑菇抢完呢，我们就沿着这儿去绕啊上去。这个巴格达能出来，可能是因为桑吉巴尔看见过它的位置吧。这边是阿拉伯我们从这儿上去，然后把这一路的蘑菇去抢了啊。然后这个呢，先把这个马寨给清了，然后看看能不能把这边的基本已经没剩啥了，这儿可能也留不下来啊。我们先打吧，先把这个打掉哈，这是个马寨，必须得清掉。还剩几 T 啊？他还剩4 T 啊，我还剩6 T 啊，几乎就是脚前脚后的这个差别啊，脚前脚后的差别。我看看啊，再打一下啊，再打一下我们驻扎，这里就坐这儿啊，这边有一个可以做营地的位置啊，就是我们小红庙的位置，哎，这刚好全都花掉啊。它还剩3 T 啊，我们还剩1 T， 这就非常极限了啊！我们现在就来说一下这个占星术的这个尤里卡怎么过首先第一，我们在清寨子的时候是有小概率获得尤里卡和鼓舞的，这是一种方式。另一种方式呢，就是当我们老秦完成他远古的奇观的时候，他会送科技的尤里卡和鼓舞。哎，这基本上是我们过科技和这个文化的最主要的方式了，因为我们文化线上的几乎所有的鼓舞都是不自己做的啊，包括什么改良3个单个根本不可能啊。我发现新大陆做了，这也算是个意外之喜了。然后专业化区域也不可能啊，什么3个城邦就看缘分了。哎，好多东西我们都做不了啊！这个对外大陆对外贸易，如果我不是踩了这只狗的话，我也触发不了，大概率也是要靠奇观来做的哈。所以这些都是要靠奇观来解锁的。文化其实还好啊，主要是科技线上我们比较重要的几个科技，希望它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解锁的。一是占星，2是剑术，3是砌砖铸铜和轮子呢，铸铜可能还可以，轮子我们估计也未必会做啊。这2个也能解也行。最不想看到的是什么呢？是写作、航海这2个他给尤里卡啊，这2个尤里卡啥用没有啊？
然后灌溉给也勉强可以哈，能给我省一次工人的次数也不错啊。哎，这就是对于这个奇观完成的一个期望啊。这里我们还是老规矩，快速保存一下啊。但是这里直接这样读档应该也是，因为这也是调用随机数的啊，所以应该也是没有用的。应该你如果想对于这个奇观完成有所改变的话，应该从这一回合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来改变，比如说这个棒子不要 A 啊，你再来完成这个奇观可能会有变化啊。你如果是每一次都反复这么读的话，应该是不会变的啊。我这里稍微的提示一下。就算落入的是无情的绿筛，我仍愿意将我的爱情之水倾泻倒下。即使失败，我也在所不惜。如此，如虔诚的印度人一般，我愿虔诚信仰。我崇拜太阳，炙热阳光，普照信徒，但却不知一人为他痴狂。大浴场位于古印度河上巴基斯坦摩亨朱达罗城的遗址当中啊，就是我们的游戏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个城邦，叫做摩亨朱达罗啊。这摩亨朱达罗呢，其实又名摩亨佐达罗啊，在百度百科上啊，它叫摩亨佐达罗。这样一座早期的古代城市呢，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却消失了。这是因为什么？因为它所在的这样的一个古印度河流域常年的这样的一个洪水泛滥啊，所以这个城市呢是常年埋在水下的。直到1922年，印度的考古学家呢才把这座城市的遗址发现出来啊。那这个城市的遗址被发现出来了以后呢，发现了一些很奇特的事情啊，就发现在这个城市当中呢，家家户户啊都是有这个浴缸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的哈，就每家都有自己洗澡的地方。但是在这个城市的正中间，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哈，又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洗澡的池子哈，长12米，宽7米，深2米的浴池哈，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公共浴池啊，因为它是建成于大约是公元前4500年前啊，这是非常久的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大浴池啊，所以这个东西叫做大浴场。这个技术啊，就是这种水流的这种技术，洗浴的这种技术，在当时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啊，所以是一个技术上的奇迹啊，这也是这个奇观的由来。给了个砌砖啊，技艺倒是不错，给了个砌砖，可以接受吧？啊，可以接受。但是这个占星就很难了，但好在我这只狗出来了，这只狗出来了也不是完全没机会去踩，去踩个奇观出来，能给占星当然是最好了，没给只能再看了啊。这里我们继续建造者为第2个奇观做准备。想一下啊，想一下。这直接做这里了啊，这边有一个蜂蜜啊，可以造小公庙。这边我们也是直接出建造者，再打一下应该是可以升级的啊。哎呦，这个东西很烦，有可能会来打我的狗啊！这个海寨子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会困扰着我啊！这个大浴场有缓解洪水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哦。那么改成服役啊，这里纪律不下啊，改成服役。看能不能碰见克里啊，先把写作的尤里卡触发了，我们先把容易的尤里卡触发了之后呢，再去这个随机的时候，就会大概率随机到我们想要的啊。战星应该还可以再走1T，直奔国劳啊，国劳解锁另外一张卡，强迫劳役。没遇到啊，没遇到，我们肯定是先采蘑菇啊。保存一下。这蘑菇想要啥？想要个建造者。想要个建造者啊。别的有啥？别的75块钱是比较不错的，钱少不太能接受啊。
其实这里可以先把地买了，再等可能贵了。这应该早买啊，应该在之前就买。贵了5块钱啊。先把巨石阵的买了吧，这个再稍微等一等，稍微等一等。给了一个使者，使者不太好，我们稍微的随一下。这里战星我们就切掉了啊，战星先暂时切掉。我刚才试了一下，这里还会给写作的这个游历卡，我们先去触发一下克里啊，这样就不担心踩到写作了啊。所以这个我们再等一下再踩，触发一下克里，我们走回来再踩。这块地要记得买一下啊，这块地，巨石的地我们先给它买下来。其实这个也是可以 SL 的啊，这里我最想要的无疑是战星。相信星座，我是射手座，天生这我该如何解释这件事情呢？我冤呐，我真的没有开挂，这如何才能让你们相信我？我真是冤啊！这样巨石就可以放了啊！我看一下巨石没有人造啊。没有人造，那刚好啊。这见到者出来就直奔巨石啊。那我们科技上直奔金字塔。其实这个神庙也挺急的啊，还有这个小宫庙啊，都挺急的啊，都挺急的。哎，这踩的好啊，我们保存一下，保存一下。这是20T 啊，20T，寨子给战星。这非常好啊！我们去碰一下克里啊。讲道理，走到这儿肯定能碰到了。每次横剑 AI 的这个关系是不是调用随机数的？这我不确定啊，我不确定，不好说啊。减6，因为我后面是打算在这儿做一个城的啊，所以做的还是挺近的。这里最好还是给了啊，虽然我钱非常非常的紧，还是给了。主要是因为前期踩了个狗啊，如果没踩这只狗的话，肯定是不给的啊，因为钱要留着攒狗。我们再去踩一下这个蘑菇啊，看看会有什么变化。这个棒子就可以回来了啊。这个海寨子大概在这个位置啊，大概在这个位置。看能不能把这个蘑菇捡了。这个海寨子会很长一段时间是很讨厌的一件事儿啊。我们还得想办法用兵去处理一下。巨石我要不要直接锤啊？我想一想，我要不要先偷1T 的建造者？因为我们现在有卡啊，我们现在挂了卡。巨石现在没有人抢，我觉得可以先偷2T 啊，先把这个建造者再出一个啊，再出一个会更好一些。我们再保存一下，看看这里会给什么啊？75块钱，75块钱，我不想再浪费时间了啊，因为这边还有很多蘑菇，所以75块钱勉强接受。我想一想啊。我们先勉强接受吧。经过一段的思考啊，勉强先接受，因为后面还有一些机会啊。我最想还是要来一个建造者，否则，建造者数量还是太少了啊。我们直奔这个蘑菇去。下一T 采矿出，采矿可以先卡1T，因为砌砖一时半会儿我们还走不了，我们先把这个神庙搞了。金字塔神庙，金字塔神庙，
还是先金字塔啊，金字塔更战略意义更大一些。金字塔可以直接再给我们一个6次的啊，那这就是6次建造者。我们可以采用这样的方式啊，一替这样，一替切回造这个建造者，这样不卡进度，不耽误奇观出的这个进度啊。10T 有点太久了啊！这个建造者全部用来造这个，我下一个建造者马上出来了，他出来了，他要去奔着新的奇观去的，没有奇观锤是很亏节奏的一件事儿啊。我觉得先写作吧，先写作啊，不知道会不会后悔啊？后悔我就只能读过来重来了啊。这全机关挑战想一镜到底，哎呀，蘑菇没了，哎呀，蘑菇没了，心疼，肉疼，这片全没了，就剩这个最远的，这太远了，这豹子不太敢走远啊。那我们把这片探开吧，把它探开，上边的这些都采没了，只剩下最远的了啊。这个寨子就是寨子要清的，早晚要清的。灌溉尤里卡没给，灌溉我们要不要自己做了？灌溉。巨石完成了，有可能会给灌溉。灌溉重要还是这些重要？我还是想给剑术啊，因为剑术也不好过。灌溉我们能做，我们自己做了吧。神庙的锤子可能没有那么紧啊，我们分一次出来把这个灌溉给做掉。哎呦，这个蘑菇没抢着，很不高兴。我们把这片探开吧。哇塞，这刷了个寨子啊！这挡我捡蘑菇呀，大哥！我走过去他会锤我的啊！看看这山叫啥名？落基山脉。这个呢？啊，那这儿应该不是死路，看起来应该不是啊，绕一下。这狗不能死啊！这狗肩负着万千重担，赠他一身，绝对不能死。国劳可能要稍微卡一下了。因为我们马上巨石阵出了，巨石阵出来不是给帝国初期就是给国劳啊，1/2的概率，我觉得 SL 一下就可以了啊，所以我们要等一等。好，我们看一下人怎么放啊。6T、8T 不太能接受啊。3T、8T、6T。还是要优先出来啊，因为我们着急要这个鼓舞和尤里卡。我先回点血吧。这棒子也是毒苗，也不能死了。哎呀，这个寨子好讨厌啊！要不要再买一只狗？再买一只狗往右走，这边有一个，这边有一个，这边有一个啊。哎，这边还挺多的。这块地还是55块钱。
金字塔放这儿也行吧，金字塔放这儿还是放这儿？放这儿感觉也可以。55块钱，再买一只狗啊！再买一只狗。这里由于骑马还没走啊，所以这儿是没有用的。我们往上去探一下啊，没有蘑菇，但是可以探一下。这里继续，其实应该出一个投石的，后面防守还是需要的啊。继续建造还是出个投石，投石没挂卡，有点亏。还要2T 啊？还要这么久吗？有点久啊。这个往神庙走，这个往下走。没挂卡，还是先走建造者啊。这边是有2个城邦的，看一眼神庙的进度啊。协作已有。神庙有没有人锤？哎呦，果然有人锤啊！这你说说，这差一点儿，差一点儿就那啥了。这有一个寨子，这里我是有一个成点的啊。这个寨子搞不好就得靠开拓来清。哎呦，这儿不好过呀！这是格拉纳达航海术，我那会儿从这儿蹭过去。然后就是砌砖啊，空花，但是这图剑术，这个宫庙有可能丢，这没办法啊，这有点赌命的意思，肯定还是大金更重要一些啊。下一回合吧。你能想象试图说服600人帮你将一个重为50吨的石头拖动28千米穿过乡村，并用力将它立起来，然后说好了，小伙子们，再推动20块这样的石头，然后就可以庆祝了，这样的场景吗？这座巨石阵在现实当中有很多个名字，比如环状裂石、太阳神庙、史前石桌、索尔兹伯里石环等等。它是欧洲最著名的史前时代文化神庙遗址，位于英格兰威尔特郡索尔兹伯里平原上，约建于公元前200年。这个巨石阵呢，不但在建筑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在天文学上也同样有着重大的意义。它的主轴线通往石柱的古道和夏至日早晨出生的太阳是在同一条直线上的。另外，其中还有2块石头的连接线，它是指向冬至日落的方向。同样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又快乐又努力工作的劳动力。还不错啊，给了国劳的鼓舞。国劳的鼓舞，我们直接把强迫劳役挂上，然后再把斯巴达教育挂上啊。强迫劳役和斯巴达教育，然后还给了一个什么？还给了个轮子的尤里卡，还不错啊。那这里我们就切掉了，把这个切成投石啊，然后同时把市政广场扔下去。由于我们要选的是这个神圣之地啊，对我们的提升很大啊，因为我们现在4.5、3.4啊，这个水平还是很低的啊，我们直接就激活了。然后佛教，毫无疑问是神灵启示啊，第一信条没有什么可说的啊，然后第2信条我选了神圣之地啊，这样一下子就从3点多变5点多啊，这个提升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尤其是在前期啊，然后我们又多了一点的总督点啊。这个总督点其实，咱还是先神庙再说，先把神庙放下。这神庙必须得自锤一些啊，得自锤一些。这个总督点有几个选择吧？阿玛尼我首先觉得是不考虑的，因为黄金我们完全没有问题，前期关下来，黄金基本上是不太愁的啊。阿玛尼暂时不考虑。老马我没有任何的多余的工人次数可以砍树啊，所以我个人觉得呢，你要不就点这个
结社的总督啊，结社总督，我觉得我们只能点夜莺啊，因为其他的这个建筑什么的，我们应该也是没有生产力去造的。夜莺直接给个黄槽，对我们来说就是最直接的，所以应该是给夜莺。那这里我觉得就只能给他。给他的话，我想一想啊，这个梁要不要动？梁暂时还动不了，因为大金的工人我还没出啊。大金的工人用这个，这也行啊。我们往回走，不往前走了啊。这也行。那小巫庙怎么办？哎呀，这蘑菇捡的太不顺利了啊！太不顺利，拖了我很多节奏。这样能更早的踩到会更好啊。我们看看跟科里有没有什么可交易的，他买得起吗？他要不就是有啊，要不就是大概率是有。看一眼，他也有一个遗物，好家伙，卖不出去了。这个寨子拔吗？拔了的话，这个城可能不好做。这个寨子早晚得拔，因为这个寨子占了我一城点儿。但现在拔的话，这个海里的这些东西我现在还不好处理。只要我不把这个寨子拔了呀，我在这儿做城的时候，这些船是不会主动打我的。但我把这个寨子拔了之后，他们就会攻打我的城市。所以，暂时还不能打，不能打啊。这个蒙还在，上面的都没了，这边还有2个33T。我现在就担心大金和宫庙啊，主要是宫庙。帝国初期好了。每个国家都以交换为生。这边也没什么可改的。那所有远古的古物我们就都拿到了，之后的奇观完成也不会送我们这个古物了，远古的就这么点儿啊。但是科技上我们还差一个，我想要剑术啊，剑术和铸铜它可能会2选1啊，千万别给我航海啊，我只想要剑术，3选1啊，我想要剑术。看看还有几 T 啊，他们还有13T，我应该是来得及的，来得及倒是没问题。然后紧接着是大金啊，应该能刚好差不多接上。往下走吧，下面极地有很多蘑菇啊，这还是要慎一下的啊。我想要工人，这不能接受啊。我这边又等了1 T，然后又尝试了 A 了一下啊，所以变成了75块钱。我觉得比一个使者稍微好一些吧，就不再继续慎了啊。这边有一个额外的奢侈，我们给它买下来。神庙还有4 T， 这边还有3 T， 基本上是刚好的一个状态啊。看一下对面还有多少，还有10几 T 啊，那我们肯定是没问题的。就看这只狗能不能给我一些惊喜了。这25块钱可能就不给了，只给近点的邻居啊，这个离我们还是相对远一些啊。当然我后面肯定也会往这边铺的，但是高卢本来就不好处啊，它的这个词条我们很难达成啊，就不给了。我的钱很紧张啊，看能不能把那啥卖了，把遗物卖出去啊。这玩意儿砸手里不太好，他这钱太少了，他虽然能买，但是很穷。这卖这点儿太亏了。你看他上来就会说我们啊，真讨厌。
真讨厌。继续去找蘑菇啊，这边还有一个，我也不知道为啥阿拉伯都没捡啊，可能有一些说不得的苦衷吧，反正阿拉伯没捡。这边也还有俩啊，很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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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比较远了啊，这远古估计帮不上忙了，得留到古典了。这边1T 3T。行吧，下一回合，现在也不好说啊，不知道我说会怎么样啊。这里继续锤建造啊，这个城落不落区域啊？学院和圣地都不会是这个城最主要考虑的区域啊。有的小伙伴可能会说，学院要洗大图啊，但是大图这个城来吗？大图，我本来是想留给这个城的。这里我是打算做一个城的，然后这边也要做一个城，这个城是佩特拉的城，然后这里是学院啊，这是个+4的。大图本来是想这样的，但是我不知道会不会有点节奏有点慢啊。他起学院。他起学院，宫庙肯定是放在这个位置。这里给他加个营地就好了啊，他需要依托于营地。这儿是可以造空花的，我本来是想把空花塞到这个位置，因为首都肯定没有生产力了啊。学院应该是出不起啊，我们这边还是在锤工人。蒋帆船，我们去占一占便宜啊，顺便升一下级。政治哲学好了，塔鲁加。招募大商，哎呦，这基本做不了，这任务非常差啊！哎，还给我们派了代表团，可以呀、我们每个人看看金字塔还有几 T 啊？19T 还可以啊，还可以。没有那么紧，那我就很担心宫庙了，我就很担心宫庙。金字塔锤的过程中得把这个什么给出了，那我估计粮食等不到下一个工人了，那我们直接派走了。因为这边是要补工人的。应该是这个城邦挡住了他，这里不会是个死路吧？有点忘了啊，虽然我看过图，但我也不能全记着。砌砖，那毫无疑问畜牧啊，这是剑术，畜牧剑术。哎呦，这一定要给一个剑术啊，这给别的不能接受啊，必须是剑术。来吧，我们来建一座城，城里有一座直达云霄的高塔，我们将因此扬名立万。埃特曼安迪神庙位于古巴比伦王国首都巴比伦城，是美索不达梅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金字塔建筑之一啊。它也是一个金字塔型的建筑，是由古巴比伦国王尼布贾尼撒二世修建于公元前14到9世纪之间啊，是用于供奉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最具有代表性的神明啊马尔杜克。那这个神庙呢，其实还有一个关于它的传说。之前如果你看过小米的这个极乐迪斯科系列的话，也听过这个故事哈，就是关于巴别塔的故事啊。传说呢，当年的这个巴比伦王国的这个尼布贾尼撒二世非常具有野心啊，想建造一座通天的塔啊，名为巴别塔。
但当时的人们呢，为了阻止他这种不切实际的妄想啊，就给他编了一个神话故事啊，说是啊，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曾经有人啊想修建这样一座通天的登天塔，结果惊动了神明啊，所以神仙下凡惩罚了所造高塔的人啊，让这个世人的语言啊变得多种多样啊，让他们不能再够统一的去修建这座塔啊。那所以呢，之后呢，这个尼布贾尼撒二世听到这个神话，就不敢再这样修建了。哎，很不错啊，就是剑术可以啊。那是金字塔，看一下卡啊。这样就是加速%，这个虽然写的也是15%啊，但是是15%的15%，就是不是30%啊。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是这可能有一点点溢出，但溢出不会很多啊。220锤，我们加速一次看看是多少啊？加了46锤啊，我们算一下，46除以220。接近20%，那加上它的本来有一点溢出的话，可能连20%都不到，就不会是30%的数字啊。要知道这里虽然是2个15%，但不是累加的，应该是累乘的。蒋帆船是个近战单位啊，我们可以在这儿白嫖它。这不得给个工人啦？这都没给过工人，不太合适吧？这再不给工人，我工人续不上了啊。这时候可以买一个商人，但是有点舍不得。看一下高卢有没有钱了。哎呦，太穷了，他实在是太穷了。哎，这个神庙给我们的加成啊，这块土地就很肥了啊。就很肥了，看一下啊，15T，12T，那肯定还是要先优先这个，然后剑术3T 的剑术，这里不要这个了，要改成纪律，其他的没有空挂啊，只能是这个。我要再买个工人多少钱？260太贵了，但是195的商人是回本要很久啊。这里点平2啊，平2走这个鉴赏家。还是那句话，老马虽然好，但是我并没有额外的工人次数可以用老马啊，所以，点老马的意义不太大。现在这个时间点不太大，到时候砍祠堂和移民的时候肯定是要老马的。9T， 看一下还有多久？还有17T， 最好能让这个工人刚好剩一个次数啊。我们刚才是46， 97，这回给了51，这么高吗？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锤子高了啊，这个生产力高了。我们下一题再看一下，它到底给的是多少锤啊？这里。我为了让它剩一次的话，这金字塔最少得自锤1T啊！我们让它自锤一会儿。这是这么绕吧？可能得这么绕啊。这边有可能是个骗局。200多块。斯基泰有钱啊！我应该更早的碰一下斯基泰，会对我帮助更大一些。这里切了独裁，又是75块钱。哎，这里我们稍微的 SL 一下啊。我喜欢猪，
狗崇拜人类。回顾过去，好的，我们这里稍微往后读了一题啊，主要是小米又做了一下考虑啊。一是关于这个蘑菇啊，这个蘑菇我们刚才稍微的 SL 试了一下，不是60项就是75块钱啊。我没有试到别的随机数啊，就只给了这2个结果，不是很满意啊，这很难受啊。那没办法，那就还不如要那75块钱啊。那其次呢，就是小米考虑到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现在已经把绝大多数的远古的奇观都拿到手了，包括最难的那几个啊。现在呢，大金其实不是问题了，因为这个我们的速度肯定是更快的啊，所以这里呢加速也可以啊，你甚至不加速也可以，但最好还是加速，因为我们后面这个等着的是这个圣广场一套啊，所以还是要加速的。其次呢，如果这个钱够的话，我还想买一块地，把这个圣地给它落下。我们这边刚好已经4人口了那这是这个事儿啊。那第二个事儿呢，就是我们最难的一个奇观，远古还剩下最难的一个奇观就是这个宫庙了啊。这个宫庙我看了一下时间啊，有点太紧了啊，所以我们这里呢要先换卡首先要把这个纪律上了，然后这边这个强迫劳役我要给它下掉了啊。这里先把它加速先加速，这样先加速会赚一些然后我们再换成我们的强迫劳役不换成我们的这个服役要给见到者增加的这个速度让这边更快的出来，否则这里来不及这是其一。其二呢，我要把粮给它换到这个太原去然后把这个平嘎拉就先不给他点2级了。这里我又思考了一下，我觉得老马更优一些选老马的原因如果我们等到这个祠堂好了给的那个总点再选老马，那就说明我们砍祠堂以及砍后面的这个移民要再等最少5T 因为老马就职要5T那就太拖我们移民的节奏了。我们现在就2座城太慢了所以我考虑再三的觉得老马虽然现在点过去没有用并且平嘎拉下了会降低我们的科技和文化的速度，但是仍然在这个时候应该先把老马派过去这样奇观一好，这个一好我们就可以开始准备下面的部署就不用再等他就职的这5T 了。这是这个最主要的原因所以这里我做了一下调整75块钱的话，希望是75块钱75块钱我们这边要再买一个工人当然最好等粮到了再买等粮到了再买，我不知道来不来得及3T， 希望来得及等粮到了再买，我们到时候存一个档等粮到了再买，然后这个宫庙这里一好，我们就先把，其实应该先买260块钱，我们那边才75刚好够，但是买这块地还要钱，现在多少锤我看一下，92锤这边要95 8块6就等于是8块，就等于是80多，这边我们采75倒也勉强够因为这还有3T那我们先把这块地先买了先把这个圣地的锤子给锁了，我们锤子太紧张了。好，然后就等到这个狗再采75块钱然后我们买一个工人这个工人应该先买，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先过河去把这个蜂蜜开了然后等这个剑术一好就直接去加速这样可能才来得及，否则这个宫庙很容易掉这个图我掉过宫庙，所以我大概知道这个感觉所以一会儿看吧。我现在没有钱了，我把这钱花了，所以我只能一会儿看了。我其实有点舍不得这样亏一点工人次数有点舍不得。这里应该是先打再采，就是75块钱这是我刚才试了好几次都是这个结果，没什么变化。75 190多那我离260也差的有点远差的有点远，再等1T 200，再等1T 200，不到210。那我就把这便宜卖了，这卖4块。哎呦，这太便宜了！我们去碰一下斯基泰，斯基泰应该有钱。哎，这6-5的讲道理还勉强凑合，亏肯定是亏的
但是勉强凑合。我们现在缺钱嘛，90块。哎呦，忍痛啊，忍痛卖给你了，忍痛卖给你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这一梯就把工人给买掉了啊！不等了，不等了。为了奇观啊，奇观还是更重要一些。这里我们再加速一次啊，最后剩的这几梯就让它自锤了。我们这种裸加速的话是加速15%，220的15%，再算一遍。这得精打细算啊，33锤啊，到最后33锤的时候，也就是锤到187啊，自锤到187，最后一次加速一下啊就可以了，大金就出来了啊。然后这边是去捡这个蘑菇，捡这个蘑菇。四姨太就在这儿啊，四姨太其实就在这个位置。我这个狗应该是再碰一碰能碰见它，这个遗物最好还是卖给四姨太啊，太亏了，否则这钱差的太多。钱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啊。好，我们赶紧先去啊，先把这个给，下一回合就开始攻庙啊。这边还能给点钱，还能再让我回点本啊，也这样一想就心里好受了一点。这最后一次就别急了啊，剩最后33锤的时候，187。他们都在往下走啊，都在奔那儿去啊，竞争对手很激烈呀。好家伙，看一眼啊，四姨太，哎，这边应该就是四姨太啊。但愿邪恶力。那我们赶紧上去碰一下，这样我们能换一笔钱出来。否则我们这个遗物的优势只体现了在了其一，其二没体现出来啊。看一下宫庙，哎，你看果然克里在锤啊，之前上一次就是克里锤，太讨厌了啊。克里在锤，我们再等一替啊，等一替再开始给它加速。16替我应该是抢得及的啊。哎，这要是不买，估计就抢不及了啊！这买了这一手啊，这就不能再等了，再等肯定就来不及了。看看这边还有吗？这儿还有一个蘑菇，这儿还有一个蘑菇，这边也有一个，看能抢到哪个算哪个。宝马还有2替，4块钱，3-9太便宜了啊！这都卖不出去啊，卖不上价，他俩都太穷，主要是高卢穷。还有5替，我们远古就结束了啊。这样应该就碰到了。我们看一下 C 太有没有钱啊，200多块钱，还挺有钱的啊。开边要不要呀？开边不要。哦，你看看人家，你看人家40多回合金，你看看人家。我看我没有需要现金的地方啊，这儿可能要再买块地，但是等政治哲学再买。空花没有那么急，空花应该丢不了就行。然后这个神域啊，神域其实我后面想想可以考虑放在这儿啊。神域如果放在这儿的话，这中间我们可以做一个剧院广场，加8的剧院广场，这可是啊，加8剧院广场。虽然对于奇观来说没啥作用吧，但是哎呀，看着很香啊。哎，178啊，我们用187，再加78、87，再加9锤就够了啊。哎，这样就够，那我们就不用再锁了，这样可以帮我们更快的涨一点人口。然后这边就开始加速啊，它是12替，哎呦，它这挺快的啊。那我们肯定还是要自锤一些的，但是我这个工人次数不够啊。我为了把这个工人接上，这个刚好接上，所以只能这样交叉着锤啊。那自锤这里就不考虑了，否则这3次加速完，我肯定也是追不上他的。我这边差的太多了啊，差的替数太多了，肯定是要这2个工人交替来用的。那我这边再继续往这边走，看一下这2个蘑菇啊，别被 C 太抢了啊。那我们卖一下，这台也8回合金呢，真是赚翻了啊！来吧，哎，我这边还能买2个奢侈啊，还能买2个。
那买了，那你还要吗？他没钱了。刚才是8回合金啊，现在其实也不少了啊，也不少了。但我现在就不急着卖了啊。哎呦，这边又有寨子。这个看一下，先能捡哪个咱就捡哪个，咱不贪啊。能抢一个是一个，没抢一个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优势啊。没有爱，没给他派这个使者，也不算是失误吧，我故意也不太想派，跟他开了贸易应该问题不大的。还好啊，他这出的都是近战的船，那我这打完了，他们都把血回上来了，打了跟没打一样。好，这回应该剩最后一点点了，我们直接把这个大金秒出来。40个世纪从这些金字塔的顶端俯瞰着我们。一提到金字塔，人们往往想到的都是埃及。其实，在世界上，美洲的金字塔数量是远远超过埃及的，足有10万座之多啊。但实际上呢，最出名的金字塔却全都发源于埃及。这是因为埃及的金字塔规模更大啊。那我们文明6中的这个金字塔虽然没有明确的描述到底是哪一座，从外形的外观上来看，应该是我们世界上最著名的胡夫金字塔。胡夫金字塔呢是埃及第4王朝法老胡夫的这个陵墓，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金字塔啊。它的这个塔高146米，底座长230米啊。塔身由230万个石头堆砌而成，每块石头平均重2.5吨啊，是古代世界7大奇迹之一啊。那在旁边的2座金字塔呢，一个是胡夫的儿子哈夫拉国王的陵墓，那另一个呢是胡夫的孙子门卡乌拉国王的陵墓。那在我们这个文明6里的这个金字塔里啊，看不到这个狮身人面像，但其实在这个胡夫金字塔前还有一个狮身人面像。那游戏当中呢，把这个狮身人面像划给了埃及，作为了埃及的一个特色改良而出现啊。好的，刚好给了个铸铜，也很不错啊。但是这里就比较遗憾，给的是个5次的工人。如果是，哎呀，但就不能这么贪了啊。这边工人还剩了1次啊，很好。刚才删错了，把这个神谕放下啊。那这里我们直接就赶紧起这个市政广场，然后我们继续锁锤子啊，看能不能3T 出。不能就4T 吧，不能就4T。这里这个要不要开？我想一想啊，我看一下空花还差多少。空花没有人锤啊，那不急啊，那可以等这个工人出来，剩下的那1点次数就留给空花就可以了。我们继续加速啊。那这个工人就留在这儿，把这几棵树和这些东西砍掉，然后出这个祠堂。其实神谕放在这儿也是一样的啊，放在这儿，放在那儿还得买啊，放在这儿也是一样的，砍了就完了。这个还是得给看一下，可能人口也不能1T啊，这样呢？这样可能稍微好一些，看一下啊，这样钱多一点啊，还是这样。这里我们得想一下啊，但从这边走的话，这个有海寨啊，我觉得这里肯定危机重重啊！我决定要去捡这个蘑菇，我改变了计划啊，然后看从这边溜边能不能溜过去。我改变了计划，然后我们只走轮子啊，轮子走马丘啊，走这个工程，先把马丘比丘解锁了。马丘得靠自锤的，这个是最难的。我个人觉得全奇关最难的奇关就是这马丘了啊！前期又要出这个各种建筑，因为我这个首都的这些生产力肯定都得给移民啊，否则这个做成就太成问题了。后面还有大图的事儿呢，所以
肯定是没有多余的锤子去砍这个马球的，这个马球基本上全靠裸锤啊，看能锤成什么样啊。这个很难啊，这个很难，我个人觉得我愿称之为最难。克里创建了儒家思想，我现在教都传不出去啊，没有额外的。这个工人可能就留在这儿准备砍了，但就剩一个工人，有点少。等我们过时代了，就有一点信仰，可能能好一点。这信仰第一个可能我会优先秒移民啊，因为这个大图的问题啊。这儿还有一个图书馆，我看一下啊，大科有没有人拿呢？哎呦，先前竟然没有人招大科啊！要是能把西帕秒了。秒个西帕也行，也是一个选择。看一下还有几 T 啊？它有7 T， 我这还有1 T。我觉得我可以锤1 T 啊，锤1 T， 然后这边再加速一次，然后让它出来。让自锤1 T， 这样节奏可能稍微好一点。这里我们只能等移民过来再清这个寨子了，寨子不好清。134斤，这其实不低了啊，但是2个一起呢，哎呦，这个高呀，283，你怎么这么有钱，大哥？刚给了我这么多回馈金，你还这么有钱？这不卖在等什么？这得卖了。这为我们之后秒西帕打下一些基础啊，西帕大概也就1000块钱。如果能秒西帕的话，这个还是挺稳的啊，这个大图还是挺稳的，否则就得买图书馆也行。但西帕的加成，哎，这么一说，买个图书馆好像更便宜一些啊，没有必要西帕。买个图书馆是不是更香？这么一说，我又不走科技胜利啊，何必要西帕呢？有道理啊，有道理。我们等政治哲学和这个神秘主义好了啊，我们再砍树可能会更赚一点，树锤会更高一点。我们得稍微等这几 T 啊，这几 T 还不急。我们把这儿加速掉，然后工人还剩多少呀？还有6 T 啊！这个工人出来可能还得再来2 T 啊！哎呦，就紧巴巴的，紧巴巴的。他走1 T 2 T， 第3 T 他可以加速一下，但没有意义啊，来不及。这个工人就出来了。这个还开不开啊？我还有4次，1棵树1个石头，这边我顶多能再开1个啊，我就不够了。这个沼泽也得清啊，因为阿帕要放在这儿，但阿帕放在这儿也可以啊，放在这个石头这个位置也可以，那就可以再省一点次数啊，1次2次3次，可以再开一个，帮我们补一点宜居啊，我们现在是加3啊，再开一个。这回应该是加4了，这样我们应该有非常高的加成啊，10%，反正都是10%。别小看这10%，关键的时刻就靠这10%。好，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买啊？主要是奢侈，你刚才买那俩奢侈实在是太舒服了。舒服的很，能削多少削多少吧。还有1 T 啊，远古就结束了。我们这一期就录到这个小公庙啊，怎么就剩2 T 了？不是，你这什么速度？你不对劲儿，你这我能来得及吗？
我想想，我再自锤一题啊，我看一下，我这是多少锤啊？我这是6锤，6锤147锤，这怎么都不够啊！147加37不够，33，147加33，180吧？算一下啊！哇塞，这是有毒吧？27啊，我只有27，141，27加141。差的比较多啊，我再加6级变，174刚好差1T，我差6锤啊，我差6锤。但是政治哲学好了以后，我能改卡，我能改卡。一是正题10%，然后那个15%，也就是说，17.25乘以1.1，我有18.975的加成。这得计算到最后一锤啊，18975，34锤啊，这样能给我34锤，34锤加6加141够不够？哎，刚好够啊，就很极限啊，很极限啊。哎呀，这只要我算的没错啊，就刚好能把宫庙给秒出来啊。希望我这拿着计算器没算错。这克里这什么情况？刚才还7T 呢，这回就剩2T 了，这肯定是涨了一个人口，这涨了一个人口，涨的也太多了。哦，他是不是改了正体啊？他可能是改了正体啊。好的，我们拿到了黄金时代啊，毫无疑问，我们这超了很多分啊，超了很多分。可成为我再看一眼克里还剩几 T 啊？哎呀，他还剩1 T， 那我必须这1 T 给他秒出来啊！我们试一下啊，别翻车啊，求别翻车。有没有地要买？看一下，这个城其实可以买几块的啊。看一下伟人先，伟人现在我们还使不上劲儿啊。这个城可以买，首先空花这块地肯定是要买的啊。我们先买一下地，土地测量。这块地肯定要买的，这2棵树其实也可以买，但是钱还是要用到刀刃上啊。急吗？56斤，没那么急啊，没那么急。可能买个烧鹿都更好一些啊，因为烧鹿早晚得买，烧鹿会一直涨价，买个烧鹿吧。然后我们再把正体换掉，换成这回古典共和的这张传承卡我们就拿不到了啊，没办法，必须抢这个独裁啊，我们这全机关没有别的选择啊。然后我们加上这个15%啊，再加个城市规划，再加个外交联盟，这样全上啊，应该可以秒吧？应该可以吧？我看到耸入云霄的舒服阿尔特弥斯神庙后，其他建筑奇观皆黯然失色。我不禁叹道：“看呐，除了在众神所居的奥林匹斯山之外，太阳从未显得如此宏大壮观。”阿尔特弥斯神庙是希腊神话阿尔特弥斯女神的神庙，长425尺，宽230尺，有126根高60尺的大理石柱砌成。阿尔特弥斯女神呢是这个古希腊神话中主掌狩猎与原始自然的女神，是远古的大自然母神奥林匹克斯12主神之一。她又有一个别名，并被命名为这个西辛亚她是神王宙斯和母神勒托的女儿还掌管着世间婴儿的这个诞生保持着这个人间新生儿的水平。那这个神庙呢，有一个自己非常具有传奇色彩的传说这个神庙是在
公元前356年被一个人给焚毁了哈。这个人呢名叫黑若斯达特斯啊，是一个非常有传奇色彩的一个人。这个人呢把这个神庙点燃了之后，很快就被抓到了，并且非常坦然的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他跟当时的这个以弗所的这个官员说我之所以去烧这个神庙，就是希望自己的名字能永远的留在历史当中啊。给当时以弗所的这个大祭司气得够呛。大祭司提议把这个在所有的历史上都不要记录这样的一个人的名字，但是没有用处这个人还是被永远的记录了下来还有一个传说呢，是在那天晚上，还有一个人就是这个阿尔忒弥斯神庙被焚毁的那天晚上，有一个不平凡的生命的降生了。这个人呢，就是后来在世界上建立了惊天动地霸业的一个霸主是马其顿的国王亚历山大帝也是我们游戏当中的一个领袖那现在呢，这个黑若斯达特斯这个名字在这个欧洲还有很多这个俚语的一个含义那在德语中呢，这个名字被译为这个热衷于追逐名利的人在英语中呢是指不择手段来得到名誉的人而在芬兰语中呢是指那些因为不好的事情而得来的名声。好的，这回我们就拿到了古典的最后一个尤里卡，航海术的尤里卡。这个基本上所有的尤里卡都是靠着奇观给我们的，我们基本没自己做过什么。然后由于人文线上一共就这些已经没有更多的尤里卡可拿了，所以就只能这样了。然后我们再走神秘主义，把这个神域解锁，我们远古的所有的奇观就全部解锁了。那至此为止呢，远古的所有奇观除了神域和空花这两个应该没有人抢之外，我们已经全都拿到了。接下来让我们面对的就是更难的古典时代因为古典时代有12个奇观在等着我们。好的，那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带到这里了。如果你很喜欢这个全奇观系列的话，不要忘了3连支持一下小米，3连越多我们就更新越快，好吧？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敬请期待，拜拜。